Hello， 大家好，我是郭班老师，努力用机 Sam。今天是9周旅行的第2天，我们吃完早餐之后呢，就沿着原路要走回去啊。昨天有去过的 Rental 819的福冈空港店。来到 Rental 819之后呢，跟这个店员做一些简单的手续之后呢，就可以完成报到。然后呢，我有跟他租借这个 ETC 卡一天是220日元，然后呢，过路费就等你回来的时候再算。然后呢，大家有看到可以上高速公路的机车都有这个小盒子就是把 ETC 卡插进去，你就可以在高速公路上使用 ETC 的车道了。然后呢，他再跟你交接一些文件啊，然后呢，这个车辆应该如何来使用啊，等等等等的那还好，在台湾我就有骑过这个 Forza 350虽然这个是250。然后最后再跟你确认一下车子本来的损伤哪一些是他们原本的样子。那等你回来的时候，如果没有很严重的新的擦伤啊等等的，他是不会跟你索赔的。今天带了新的这个手套我就什么可以吗？好，那我要上喽。哇，正式上路啦！这个虽然在日本有自驾开车过呢，但是骑摩托车、骑重机真的是第一次。这个历史性的一瞬间真的是好令人兴奋这次来日本骑车呢，我特别带了这一双 Five 的 Scrambler 手套看起来很帅，对不对？戴起来蛮轻薄的蛮轻松的。可是它是有 CE1 的保护等级然后呢，它也可以触控所以还蛮方便的。来日本骑车呢，千万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有看到左上角那个红色的三角形托马嘞？这个在日本是非常非常重视的一个交通的标志不管你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你都一定要完全的停下来才算数那摩托车的话呢，你两脚一定要先着地停止下来，然后你才能够前进。那还好呢，在日本的话后面的人不会一直扒你所以你就做完你该做的事情，该停就停，确认没有车辆你再通过，这样最安全啦。在日本看到很多人骑车基本上是送货的，当然也有骑车出去玩的人了在日本呢，在马路上他们会比较尊重摩托车，它也是一个车辆，所以这样的环境非常好。好啦，终于上了高速公路啦。那我们看前面它自动打开了因为我有装 ETC 卡，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在日本骑车要上高速公路的话，建议大家都跟店家租 ETC 卡啦，真的是比较方便。那大家有看到日本的高速公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条，对不对？而且它的速限基本上就是80、90，所以我觉得比较像我们台湾的快速道路。可是呢，它是收费的而且收费的还蛮贵的。但是我觉得日本其实真的有一个很好的规划，就是你走你的车道，你不用想太多，不会走一走突然被导到下匝道，不会。它如果要左转或右转，它一定会做偏移的设计。所以呢，如果你要直行，你什么都不用想，无脑的一直前进就可以了，不用担心这开，怎么变左转车道？开，怎么下匝道了？这个就是我们台湾要跟别人学习的地方啦。好，这边有看到这位仁兄，他也是骑车要出去玩的样子那我就跟着他来前进到这个 ETC 的闸门。今天晚上我们订的住宿呢是在熊本市里面，所以我们的规划呢就是要先骑车去柳川这个地方，看看那边的运河这个乡下的风光。
然后呢，我们再骑海岸线走到那个熊本市的旁边，看看海，然后呢，再绕进去熊本市里面看一下日本3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啊。好，大概骑了50分钟左右呢，就到了柳川的出口了。好，我们就顺顺的下这个匝道，再从这个 ETC 的出口出去。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路费有多少钱哦。1150元，才差不多50公里的距离啊，就收台币将近500块哦，所以其实还蛮贵的哈。好，这边又有一个头妈嘞，好，真的要好好的停下来，两脚着地，看一下没有车之后呢，就可以左转啦。哇，这个柳川这边呢，种了好多的稻米哦，九州米。那我们来到的时候刚好是10月初，可能他们这个稻穗啊刚结满的时候，所以看到很多的黄金田野，真的是心旷神怡哦。骑着骑着，突然觉得这边跟我们的花莲、台东好像哦。好，终于来到柳川运河啦。这个小小的运河旁边种了好多的柳树，哇，真的是蛮有风情的。然后我们把摩托车停在一个超市的外面哦，那这边有很多的摩托车都是这样停，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然后我们就在超市里面购买今天的午餐，那也算是我们把摩托车停在这边，要帮他消费一下啦。出来的时候刚好阳光是照着这个柳川运河的哦，哇，所以拍起照来非常漂亮。虽然天空有一些电线了哈，但是还是蛮美丽的。这个小小的运河呢，感觉蛮有历史的哦。然后呢，他们会有人帮你划那个小竹筏哦，小船，带着你游这个运河。有些地方要过桥的时候，游客们还必须趴下才能够钻过去哦，很有趣。搭船的地方是在一个神社的前面哦。那过这个桥呢，就是会看到那个神社的鸟居。那不过我们是没有进去了哈，毕竟这不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我们就是想要来看一下这个很有味道的柳川运河而已啦。旁边就是坐船的售票处哦。那我们进去看了一下，发现这个票价，哎呀，所费不赀啊哈！一个大人竟然要1900日元，哇，我觉得是蛮贵的。再加上时间的关系，我们也不打算坐了哈，就在旁边的这个类似小公园的椅子上面来吃着我们今天的中餐。我跟 Kelly 都蛮喜欢吃那个生鱼片寿司的哦，这个在超市买的也蛮好吃的哦。吃完中餐，我们在附近拍拍照，再走回刚才停车的地方，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我们的旅行啦。大概下午2点钟，我们要准备前往熊本城了哦。可是呢，这个时候 Kelly 觉得说啊，有点意犹未尽，就想要看看柳川运河它的这些比较接近市区的样子哦，所以我们就绕到那附近的小巷子里面走走看看，觉得还真的蛮有味道的。这个跟我们台南的那个四草啊，有一点点类似的感觉，只是呢，人家日本的街道真的蛮漂亮的。好，正式上路啦。那往熊本的过程，我们没有走高速公路，而是要走这个海岸线，想说顺便看看海。对面那边的陆地呢，其实就是长崎县哦。哇，前一天的早上还在那边担心飞机能不能起飞哈，我们这个山陀儿台风威力惊人啊。可是呢，第二天我们现在人就在九州这边骑车，哇，真的觉得好像做梦一样哦。然后呢，比起在繁华的都市区里面 shopping 啊等等的啊，我们更喜欢在日本的有一点像乡下的地方去感受他们的人文、他们的生活。这样子的旅行，我们觉得是更有意思的。哇，日本深度旅游啊，是不是觉得这样子的画面，觉得好像在日剧上面看过哈？在日本骑车是很舒服的哈，因为大家都会蛮尊重对方的，然后大家不会不耐烦。如果需要排队的话，那就乖乖的排队。所以如果你也想要来日本骑车，那不用太担心哈，只要你的这个证件啊都有准备好，然后可以参考我的那个 Rental 819租车的那个影片，就可以很顺利的租到车了。这一段的道路啊，是我们旅程当中最靠近海的一段路了哦。那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小小的房子，然后他们的这个居住的这个社区，哇，觉得好像在我们的这个东北角的感觉，对不对哈？
虽然走高速公路比较快，可是其实高速公路的风景是蛮无聊的啦，就都差不多是那个样子。那我们走一般的所谓的国道，就像我们的省道一样呢，反而可以更加的看到他们生活的环境啊，有这个海边啦、稻田啦、山啦，我是觉得这样子比较有旅行的感觉。好，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来到了熊本市咯。哇，进到他们的这个街区的时候，发现这边好有昭和感啊，有一点点怀旧的感觉。天空上有密密麻麻的电线。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赶去熊本城。这边又有一个托马嘞，一定要停下来哦！大家看，我完全的停止，而且呢，双脚都要着地。看清楚没有车之后呢，再好好的转过去吧。好，大家看哦，日本的驾驶到路口都会放慢速度，虽然这样子开车比较慢啦，但是也比较安全嘛。好，大家有没有看到前面有一个大叔，大老远就跟我说往这边，往这边哈。日本的这些交通的指挥啊，他们都很负责任。像这个大叔也是，看到我来了，马上跑过来告诉我二轮的车要怎么来停。旁边这边都有资讯，大家都可以暂停来看一下。熊本城最后的售票时间是下午4点哦，那还好我们到的时候是3点多，赶快把车子停在我们这个2轮的 bike 就是摩托车专用停车区。停好之后呢，就可以走路过去熊本城买票参观啦。好，这边就是什么停车场，然后呢，他不让你走了，他让你停在停车场，这边封起来，这边封起来，然后他叫你走路去南口。去那边买。好，现在就是沿着地上的这个红线要走到南口。熊本之前有修复中，今年才修好才可以看的耶。然后这个是它外墙，可能就是在整理。下面应该就是成彩院。好，熊本城南口发什么券卖所，应该是那边。这是护城河，对吧？因为城主不会叫无用被跟他管。感觉就是从这边开始进入这个熊本城的入口。下来喽！哇，这个梁好粗啊！之后的造成技术已经这么厉害了，果然是城堡啊！好，来到了熊本城外围了，我们应该在它的东侧。好，天守阁入口，现在开始就是要进去了。从这里开始爬。1590年，陈秀琴签下同意。哇，既然出兵朝鲜，这次应该就有人臣倭乱。他们从这个北后国、肥前国，从这边出兵跑到那边釜山，开始往北打到景山，有没有？重新到，他一直进攻到那边呢。他以前在世界传，就是历史啊。
因为这个城是新盖的，但是它旧的东西它要保留下来，不然就没有意义了。我没有摸啊。我觉得日本啊，他们在做一些观光的规划，真的是蛮用心的。你看这个熊本城里面，它有那个一边解说一边用投影灯来把那个区域打亮的这样的设计哦。那这样子懂日文的人就会听得非常的清楚。我觉得这个整个参观的费用门票才800日元，差不多200块，真的花得非常值得，很能够了解到历史，而且里面真的有用心在规划。来到日本的城堡里面哦，你就会发现他们都会规划成一圈一圈的，让你沿着那个楼梯就一圈一圈的走上去，所以是还蛮好参观的。它动线规划的都不错。那来到这边，有看到它这个将军盔甲旁边，有个鱼字。我本来还在想说是不是什么瑜伽军什么的，后来想想不对，应该是钱因为以前这边是什么肥后肥前国嘛。可能在这里是近代的，看得到什么吗？看得到有一对情侣在拍照，这个女朋友为了帮男朋友拍照呢，哇，脚张得好开啊，因为她可能长得太高了，原来高也是有不方便的地方啊。每一层的那个面积越来越小了，这边已经变成在放签名，放完就没有了，是吧？啊，来了！那我拿一个纸啊，个纸啊，看我拿。这样总归要拿过来，要拿。我想还要在附件那个小天使。哇，难得上来一次熊本城，当然要大拍特拍啦。那这个呢，就是爱我的 Kelly 帮我侧拍的画面。然后下来之后呢，还在旁边拍了像这样子很有趣的照片。城彩院，我们要去城彩院了。好，逛完熊本城之后呢，就下来逛这个城彩院。那我觉得日本人真的是很有思考哦。熊本城它结束的时间之后呢，城彩院它还有半小时的结束时间，然后再来是停车场还有更晚的结束时间，所以呢就让游客们可以很顺利的过来这边逛哦。我觉得日本人真的是很有设计，很会去思考。那城彩院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shopping 的地方哦，你要买纪念品啊、特产啊，都可以在这边买得到。回到熊本市区以后呢，本来想要来这个胜烈亭吃一下炸猪排，结果竟然让我在这边遇到 CB 群组的车友，这位呢就是我们的东市的阿奇，哇，他是我们这个大会师的主办人，天下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对不对？竟然会在日本遇到我们台湾的车友。今天从福冈到柳川再到熊本，其实这样子的骑乘呢，只能算是热身而已哦。明天呢，就是我们的重头戏，要前往阿苏火山啦，敬请期待下一支影片哦。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啦，不知道大家喜欢吗？如果你喜欢，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那如果你喜欢看很多机车美照的话，记得要加入我的 IG 或是脸书哦。我是锅巴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안녕。